世界正在重写，算法从不中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齐生。Jake 是我大学时认识的韩国朋友，那年他刚毕业，人生卡在一个尴尬的中间地带，找不到工作，学贷在身，白天打工，晚上呢还得假装一切正常的和朋友喝酒聊天。后来我们见面时，他给我看了一张卡片，一种政府发的补贴卡，每个月大概30万韩元，不能取现，但能买便当、交手机费，偶尔也能请自己吃一顿烧肉。我当时开玩笑说，这是青春饭票吧？他笑笑没说话。几年后，我又问起那些日子，他才说，其实那时他抑郁到每天都怀疑人生，不是夸张的那种怀疑，而是你每天睁开眼都感觉日子一片黑暗，至少那个补贴给了他缓冲和希望吧，不然肯定会被压垮。当然啦，现在的 Jake 已经是某大厂的骨干，见面都要给我炫耀他的名贵手表，我每次都只想翻白眼。政府对民众的一点点托举可能微不足道，但对于一个怀揣着理想坠入谷底的年轻人来说，足以改变一生。这应该是离我现实生活最近的一个关于 UBI 的实体事件。其实我当时也没什么感知，只是觉得说真好啊，羡慕的不行。后来我又听说了另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，是在芬兰。从2017年开始，芬兰政府做了个实验，每个月会无条件发放560欧元给2000位随机挑选的失业者。没有限制，没有限额，拿了钱的人爱干嘛就干嘛。很多人担心这种补贴会让人变懒，但是2年后的报告出来啊，发现他们找工作的意愿其实没有变，反而是焦虑感、孤独感都下降了不少。我不禁在想啊，如果是我每个月有这笔钱，我会不会马上就开始摸鱼了？还是说我会更有勇气去尝试一些过去不敢碰的东西，比如去旅居，比如躲起来不见人，去山洞里冥想个3-5年，这也说不定。2023年 OpenAI 的 CEO 奥特曼在内华达州捐款了一个名叫 Give Directly 的实验，资助了几百位民众，每个月发放$1000，没有条件，没有门槛，连续好长时间。他的理念也很简单，如果 AI 真的会取代大部分工作，那我们人类领钱就好啦，让 AI 养我们，大家一起过上幸福生活吧。这听起来就好爽啊。那先不说这个事情现实不现实，我觉得作为 OpenAI 的创始人，他这么讲至少让我觉得我每个月投喂给 GPT 的$20还是非常心甘情愿的。不过你说这是大爱吗？我倒有点怀疑。有时候我在想啊，这些科技领袖是不是也开始焦虑了？他们造出了能取代人类的 AI， 那么总得让人类有点事做吧，至少让人不会在家饿死或者暴动。其实我第一次听到全民基本收入这个词呢，是更早之前。那时 Elon Musk 在一次访谈里说 AI 会取代所有工作，所以我们可能需要 UBI。 我当时嗤之以鼻，心想切，又是一个听起来很美好的硅谷乌托邦梦想。但这些年随着人生阅历增长，以及看着 AI 一步步进化，看到身边一个个真实的人工作不稳，生活焦虑，面临痛苦和压力，我开始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，如果有一天不需要为了生存去工作，我们到底会变成什么样？接下来我会用2集聊聊这个古老的话题，全民基本收入。所以传说中的 UBI 到底是什么呢？简单讲， UBI 就是政府每个月固定发钱给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看收入，不看工作，不用申请，也不附加任何条件，就像是一份全民共享的生活底薪，一种类似人权的基本保障。只要你是人，就有免费活着的权利，政府给你这个权利。
UBI 这个词其实出现的挺早的，最早能追溯到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 Thomas Paine， 他主张每个人出生就该拥有一份来自社会的分润，作为土地原始共有的补偿。后来经历了20世纪初的费里埃构想，60年代的美国实验，到现在硅谷版的 AI 补偿逻辑，这个概念就像一颗被时代重复启动的种子，总在社会进入某种失衡临界点的时候被重新提起。那为什么最近又火起来了呢？一方面是因为 AI 这个东西真的太逆天，各种各样的岗位，连以前觉得最不可能被替代的创意型工作也要被取代了。另一方面呢，就是所谓的平台经济造成的极端贫富差距。你有没有发现啊？现在赚最多的永远是平台那几个人，服务是你做的，东西是你卖的，车是你开的，外卖是你送的，结果收最多钱的是那个什么都不用做，只给你一个演算法的公司。这也让整个社会变得很奇怪，劳动者越来越难赚到钱，穷人没钱，连消费都不想消费，经济开始往下走，政府也只能想办法补贴，但补到最后也会发现，补得完吗？最后一个方面呢，就是政府对社会稳定的焦虑，不是每个政府都想当刽子手，多数其实只是想要避免革命，也就是维稳。与其等人暴动，不如先发点钱，让你安心。总之呢 ，UBI 就像是一个给现代社会止痛的方案。问题是，它真的能止痛吗？先不说别的，先说一个现实的问题。既然要全民发钱，那钱从哪里来呢？作为8论文小能手，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技术与财政模型，叫做 Naive 模型。一通计算猛如虎后，这个模型提出了一个蛮惊人的假设：如果 AI 的生产力能达到现有人力的5到6倍，那么理论上每个人每年可以分得约15000美元的 UBI， 而且还能维持经济平衡。听起来有点像让 AI 去上班，人类坐着分红。某种程度上也没错。那钱从哪里来？目前来讲，也确实有几种裁员方案在讨论中，比方说对 AI 企业征收租金税，就像你开工厂要缴房租一样，把大型平台企业的利润进行再分配，你赚那么多不分点怎么行？设计一种新的机器人税，每多一台机器就要缴钱，甚至用区块链发行的稳定币作为基础发放载体，保证系统性稳定。这些听起来挺未来的，但其实在某些小规模试验中已经开始运作了。不过也有另一派人说，你不要忘了，政府还可以印钱。这就牵涉到一个很有争议的理论，叫 MMT 现代货币理论。它的核心观点是，如果政府是这个货币的发行者，那其实也不一定要靠税收来发钱呀，因为它可以印钱。只要控制得好，得让整个社会物价疯涨，钱变薄，那就没事啦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政府在刷一张巨型信用卡，以后再慢慢还。不要觉得夸张哦，其实战争的时候，国家也会大印钞票。既然都可以为战争印钱了，是不是也可以为人民的生存和福祉印钱呢？听起来是挺合理的。不过我个人来说，是很讨厌先花未来钱啦，也很反对超出自己消费的能力去刷信用卡。我还是更喜欢脚踏实地的，哈哈。而且到了国家层面，这样的操作也很冒险。如果操作不好，下一步很可能就会恶性通胀，就像刷爆卡一样，还不上就扑街啦。总结一下，从技术上来说， UBI 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，并不用像科幻小说那样遥远，但条件是你要有强大的设计制度和风险调控。 UBI 不只是经济学的问题，而是一个你想把整个社会设计成什么样子的问题。但要实现这样的乌托邦，是不是就没有其他阻碍了呢？当然不是。我相信你肯定听过一个观点，所有的乌托邦
最终都会走向反乌托邦。我们先来简单探讨一下这里面的阻碍。第一个障碍就是全球资本太会跑路了。你一说要收 AI 税、平台利润税，资本早就转移到税率更低的国家去了。今天在美国开伺服器，明天说不定就搬去新加坡、爱尔兰，哪里友善就去哪里。你想收他钱，他还躲你远远的。第二个问题是各国税制不协调。就算你美国愿意推 UBI， 欧洲愿意讨论，可非洲、中亚、拉美这些国家怎么办？他们本来就缺税基、缺资源，怎么搞全民辅助呢？而且如果每个国家的 UBI 标准不同，会不会引发新的跨国移民潮，或者变相鼓励国际社会补贴泄露？第三个最难搞的是通货政策根本不同调，有些国家怕通胀，有些国家怕通缩，有的靠出口，有的靠内需。你让这些国家统一一套发钱模式来运作 UBI， 简直像让一群打不同拍子的人跳同一支舞。难，真的难。说起跨国移民潮，这又有一个问题，风险与滥用。像补贴套利、身份造假、移民泄露、黑市换线等风险，其实在南韩、美国的 UBI 实验中都已经出现过苗头。比如有人会用长辈的卡去套现，有人为了领取补贴假装失业，还有人专门做身份租借来低价套利。这些都不是假设，而是真实存在的灰色空间。如果 UBI 规则不够精细，平台审核不够完善，那这样的滥用就会变成漏洞产业链。想象一下，有一天可能会出现代理工厂，专门帮不懂操作的人搞申请，再从中抽成，或是地下市场贩卖身份资料，让跨区人士也能领到补贴。原本呢是要补助弱势，结果却被系统熟练者垄断了资源。这样的 UBI 反而会强化社会不平等。这问题可就复杂了。所以虽然 UBI 在理论上看起来光明灿烂，在现实中还有很多地雷、漏洞和博弈要踩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 UBI 实验只能从地区性小规模做起。等等，还漏了一个问题，真的好多问题啊！要是真有了 UBI， 那些低保、住房补贴、医疗补助是不是都要取消了？有人主张 UBI 应该是补充性的，也就是说，它只是让每个人有个基本安全网。但如果你有特殊需求，比如身体障碍、慢性病、单亲家庭，那还是应该有额外的福利制度来支持你。但也有人觉得 UBI 可以干脆取代掉原来那一堆零碎又效率低的福利系统，因为很多人本来就领不到，也申请麻烦，还不如发一笔大家都有的钱来得简单。可问题就在于，如果政府搞了一个全民基本收入，然后偷偷把其他社会福利砍掉，结果 UBI 金额又不够高，那就会变成什么呢？表面上看起来人人都有钱，实际上是社会保障全面收缩，还会让本来就需要帮助的人变得更惨。所以 UBI 到底是人类社会的进步，还是福利国家的退场借口，又或者是一种制度博弈的新温床，最后还是得看它怎么被设计，怎么被执行，怎么被监督。下一集我们来硬核推演，假如 UBI 真的成为现实，社会形态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别忘了点赞订阅，送出你的嗨点数。我是齐生，我们下期见。Broken glass under my feet, ash in the air, chasing shadows through the fire, I don't care. Heartbeats loud like my thunder tearing through. The sky splits open,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?